嗨，大家好，我们是探路者，进入你的世界。我们今天呢，来一个特殊的企划。对，听说这个东西呢是在1953年，对，在1953年那个特色知名导演做出来特色的，算是第一部特色，然后特效全部特效怪兽电影。对，然后它是用那种 star motion 的方式，就是偶动画。它偶动画就是1秒8张，所以你拍起来那会有点钝感。可是，在当时，它这样的动作是非常流畅、非常经典，很厉害。而且当时它没有那种绿幕啊，或者是 Photoshop 具备的技巧，所以它的偶是可以在没有支架的状态下直接站好。对，这个就是我相信应该有人会有看过，这个就是 Rhodosaurus， 就是中文翻译叫罗德龙，或者是那个雷多西。对，我觉得比较像罗德龙念起来。对 Rhodosaurus， 它是拉丁文嘛。对，它其实是第一次在那个 X Plus 上面的 Plastic Model 里面出现。对，我觉得它这个比哥吉拉还早很多吧。还蛮早的。对，因为哥吉拉是穿人偶装嘛，它这个是用那个 Star Motion 拍摄。对，它用那个 Star Motion， 然后小只的这样子。对，我觉得超厉害的，也很猛。然后而且还搭配真人跟真实场景。对啊，然后它这个是1:75的大小，重点是它里面是有附场景，有这个灯塔都附在里面。这是一个他们里面 movie 里面的其中一个经典的场景。对，好，很有趣。然后我们来开箱看看超冷门模型。这个可能买来做的会比较少。对。哇哦，把它做评测，看一下，哇，你看，这个跟现代的恐龙不太一样，你看它的这个凸很大，细节是有，但是是保留以前那种凸很大一块的那种。正常来说应该是不会这样。它现在模型也开得不错，它的那个汤口都开在连接处，对，所以不会开到表面。看一下那，这是它灯塔的透明零件。透明的效果蛮好的，如果有能力的人的话，可以在上面再装个小灯。对，然后你灯笼还会转得更长，那更好。这是它的那个岛的那个礁岩的地毯。你看它礁岩的地毯也是，说实在细节是蛮粗糙的了，就是可还原以前那种复古的感觉。对，做太细就不像了。还有以前那种那个做定格动画那种粗糙年代感。对。尾巴是做的还不错啦，你看那个整个鳞片的那个排列跟哥吉拉其实有点相似，还蛮漂亮的。这可能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哦。你看它这个地方做无缝，就是你看。你这个无缝这怎么做啊？没关系，你就是因为它毕竟这个地方你还是要做无缝。对。然后你还要重刻线嘛。那还好，它是在一个建筑物上面。所以你这个刻线的部分稍微用点心的话，你就把横的线刻完就可以了。对，其实应该不会太困难，但是有点可惜，他如果他应该有技术可以做一整个。对，他如果做一整个的话，我们制作就更快了。这是他的那个身体怪兽身体的部分，也不用做无缝。那你这边就移胶移出来，就是没有，这可能就移这边就好。这边有帮你做，但是后面这边你这个可能也是稍微可能没应该还好哦，因为它是刚好是OK 啦。这个地方如果我这样讲好了，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做无缝的话，就是你要把它合理化，变成那个它的那个线鳞片装甲的一部分。对，不然你做无缝其实也还好，合起来之后然后移胶去做也 OK。对，稍微用一点心就好。这是它设定集。对，来看一下里面什么。对，因为它这个电影当时是黑白的，所以它这个用黑白。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说明书。哇，英文的，这个是美国公司吧？这个我也不晓得。海洋堂也有在做这种东西。海洋堂也有在做类似生物的东西。不过海洋堂比较像是真实系中的生物。它像之前我们做那个大象，这个比较幻想系。对，这比较幻想系统。OK， 好，看一下学名说明书。所以它这里的话，基本上移胶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已经帮你做好这种所谓的缝线了，就是鳞片的线了，这个地方，所以这地方稍微注意，也不能涂太多，移胶 ，OK。它后面就跟鳄鱼一样，所以它其实也是对这个地方也是。它腹部看起来像鳄鱼的背，因为早期蛮多设定都是参考现在的蜥蜴的。对。
他们拼了一下，觉得这个对新手极度不友善。比如说这一只脚，它就用了4块零件来拼，它的无缝很多，非常多。它每一个肢体都至少4块到5块零件，所以大概至少都有5条线要处理，比较麻烦。你看这个头，对，它就是很多要弄，非常多块零件，而且它的头很妙呢，它那个头组起来的时候是不对称的，然后透过它那个像盖子一样零件装上去之后，就把不对称的地方都盖起来零件。我们先这样子。不错。好，这个案子就是我们算是初步甲组完成，然后之后就是要开始细部的整修一些该补的。对。这个缝有点大，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有先用那个白罐胶水粘过，但是还是有缝。但是有些缝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补土在外面再把它做填补的动作。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这个地方已经做好了，因为它后面有些地方的缝会比较大。那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鳞片的棱角其实没有到很突出，所以我目前部分就是需要把它做突出一点，重新再做一个它那个鳞片的那个一节一节的那个指节的质感出来。对，好，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都是原型里面常会用的方法，就是今天你如果看到塑胶模型有缝，我们先把它补起来，然后再把鳞片自己重塑你要的造型出来。用补土稍微给它轻易的补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拿那个砂纸给它稍微跑一下。所以我们补土是在无缝的地方补起来之后，再做那个砖头的纹路。对，是的。在那之后呢，我是用800号的慢慢给它磨，不要太粗，因为太粗你可能把细节都磨掉。它已经有稍微补好了，我们希望把它的这个地方汤口的地方稍微给它柔化，跟这个边缘稍微结合住，合理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奇怪。这个。它不是有窗框什么要画木头颜色或什么？对，这个是它好像合一下，因为我抹 OK， 像这样呢，买得到这种所谓的那 LED 灯组，对，100块以内都有啊，你看怎么用。所以你是打算每一层楼都会亮，然后灯台也亮的？对，每一层都会亮，你可能要稍微抓一下，不要整趴上。抓那个距离。稍微大家要耐心一点。好，这只可以先拿 OK。真的没有办法，它钉进去还是要让它干。我们现在就是要在直接上底漆补土。对，直接上底漆补土。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再上个颜色，做一些场景、水景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底盘挖一个洞，然后把开关藏在里面。对。哦，这样子的话，整个底盘跟那个产品融合在一起，我会比较好处理。下面如果我钻一个洞，这样以后方便，如果线路的灯，如果你们要用，把电池拔掉，寿命会比较长。然后这边在模拟那个灯塔那里的，对，抓出大部分的光源。然后这个背鳍应该是最亮的。这两个灯，黑色这样。好，我们就是稍微上一下基础色好，因为灯塔颜色其实不是很好抓，因为现实上的灯塔要么红色，要么就是那个黑色的部分。那我们大概抓一下，那这边就简单示范一下，其实这种很多自洗的方法都可以运用在不同的材质上面去洗它。那你不是见得说只要洗这个颜色，你可以洗完这个颜色再洗别的颜色，对，你就这样简单给它画上去。哦，你要这样擦到它的颜色。会比下面纯白色来的自然一点点，对。如果你等它再干一点点的话，你不要插到缝隙，它这个自洗剂的东西就会渗到缝隙里面，对。你不见得一定要用这个颜色，你也可以再用其他的颜色去做堆叠。这款一般那个美术行都会有的，就是无臭的那个油画颜料的稀释剂。它的做法也是一样，你就是跟这个一样，沾一点点在你的那个棉花棒上面，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这个油画颜料你要等它干的时候再擦，像这样，这个是刚刚有稍微快速擦，像这样。如果你今天好，比如说示范下面这边，你今天要的是它有缝里面那些污渍，你不要表面有污渍，就这样慢慢点，用点的，这样点。有一些你也可以刻意留下来。如果你不小心摸到指纹，一定要擦掉，不然那个太刻意。你也可以像这样，有一些稍微留下来一点点黑也没有关系。那跟幕末线差不多吗？对，跟陆墨线是差不多，但是因为我用点的原因是，陆墨线是这样，如果说你一般做钢普拉或者科幻的，你有加深刻线，基本上你大力擦过去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模型它本身刻线就比较没那么深，那它不规则我们也很难刻，所以用的方法就只能用点的，不然就是用画。对，如果你是一般的刻线很深，那就不用。有没有先这样，轻轻拍一下，它就会有些掉下来。那你如果发现太白了，我想补回去，你随时都可以来补，所以不用担心。那这个东西放越久会越很差，所以尽量还是就是尽量赶快把它操作做完。
暗面的地方尽量让它稍微深色一点，不要让大力给它分重，但对比感高。哦，它那个，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边缘的鳞甲处，我们稍微补色一下，给它做阴影的层次感出来。这个要开小枪哦。这个一样哈，我们用比较深色的，从它的那个，因为这个是木纹嘛，那它木纹一定是比较那个深度比较深的地方可能会卡一些东西嘛。那这样子，当然你们也可以拿不同的笔，就是笔刷啦，这种可能比较像我现在拿小笔慢慢勾勒嘛。有些人会习惯拿大支的，大支的那个笔啊，直接用刷的，那个最好是插头是分开的，你就可以直接刷出你要的木纹感。我们这是一个灯塔在那个海边的一个造型，所以我这边会做一点点的浪花。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当做是海平面，所以我们就直接第一层的话，就是一定先上色，先上一层亚克力的那个深蓝色的部分。好，主要是这一罐这罐 AK 出的这罐水井的膏，这个涂完之后会像这样子是透明色的，打开的时候会有点像白胶了，这样。弄的时候尽量大家小心，因为这个干了它就变透。你可以拿一个不要的那个不要的画笔然后去点出你要的那个水波纹的样子。它就是这个是完全透明的，白色你说造浪的部分会有一些浪花部分，会有另外一罐材料可以用。这个 AK 这个可以去找小人物工作室去做购买。这个是不藏私的教你们用搓的不会有海浪的感觉，因为海浪就是风在吹嘛，洋流，你要这种感觉，有没有？它可以这样喷上去。那这个做步骤，我建议是要过一段时间再喷。这样你就不用出去搓，还要刻意呢。这个很自然的，我们模拟大自然在吹的那个过程。那这个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方向的，稍微开大一点，像这样，OK，示范给大家看，看这样，海浪就出来了。吹完第一层之后，就稍微可以放一下，等它再上第二层，因为这个干掉是变透明，有没有像这样？这个感觉，前面这个已经吹完，就开始慢慢变透明。所以这个是你去买另外的套件的小船。对。那像那些桨啊什么油桶，那是另外自己拼装出，再去找别的去拼装的。那你这样也用蛮多盒模型。也是。稍微像这样子把那些东西补。就会开始上色。这样就会有比较。那等于就是那个灯塔里面出来人逃难的那个概念。对，出来人逃难的概念。它这样看起来会有点脏，没有关系。等一下你还会再擦过？没有，不会擦。等一下会用另外一个颜色把它盖过去。然后这个我再补一下，大家看再补一下，均匀一点。我们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琥珀色的牙齿。
现在我们这只恐龙蜥蜴是做绿色的，所以我要剩那个颜色比较深一点的绿色哦，就是往它鳞片边缘的地方，你要一个一个画，像这样子哦。那个太深的话，你要把它推掉，慢慢给它弄下来。哦，这个硬硬的地方中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套件缺点就是，它有很多鳞片做的不是那么的，那个它的刻线并不是刻的这么的深，就是鳞片跟鳞片之间它是有深色在的。那因为我没有全部去做自洗，所以可以保留原本它色彩的那个饱和度。懂吗？嗯。看完刚刚那个恐怖片的感觉，我们这一次把这个罗德龙做出来，对，还故意打那种很恶心的，对，这一盒非常的不好做，但是我们还是如期把它完成。然后灯塔那个开灯效果还蛮好的，对，可以看一下，蛮冷的。对啊，这个东西，那我们灯是藏在下面，对，然后是挖一个洞嘛。对，我们把它藏在下面，这是可以闪灯的。我们就给它排亮，那效果还蛮好的。然后我们还故意拍照都故意打那个回光。对，让它看起来恶心。对，这个算冷门哥吉拉的前身。它比哥吉拉更早，对，比哥吉拉更早大概1-2年，美国那时候做出来的，蛮好玩的。这算是应该原子怪兽。对，这算是应该是我们台湾目前应该算第一个做这个，它应该是第一个拍成影片。对，我们把它制作，对，我们把它还原，因为这只实在是太特殊了，实在是很想把它做出来这样，然后做配了一个那个海浪的场景，然后放一个小小的人类衬托这只怪兽的那个紧张感，就画表现。对，没错。好，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对，那喜欢的话请订阅加按赞，分享。对。好，那就是我们这次的影片喽。好，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